第14章，我不是为了处分来的。傅云成的话一下被堵在喉中，尤其是在看到苏晴兰那双眼睛，对他的失望都要从眸子里溢了出来。傅云成的心脏像是一下被重锤锤中，闷闷的直发涩，很不舒服。他明明很爱苏晴兰，又怎么会毁了她呢？傅云成想要为自己说明，但又无从下手，因为那份处分确实是出自他手。在他刚把苏晴兰赶走后的第2天，就下发的处分，看起来就像是急不可耐要给他判罪一般。晴兰当时的情况你也清楚，是因为傅云成欲言又止。苏晴兰当然清楚，是因为夏淑莹啊。傅云成袒护偏袒夏淑莹，所以1次2次，不顾事情的真相，不顾他的感受，直接对他进行定罪处罚。北京军区的人给我来过电话，好几次，就因为那份由你下发的处分。苏晴兰的声音有些发哑，不知是因为说了太多话太缺水，还是因为这件事。傅云成，我和你说过，处分会给我的档案不好的留下影响，更何况他明明就没有做任何事情，傅云成却要用这种方式来惩罚他。就因为傅云成了解他，知道他在意，会为了这个低头，他们想要给我落实，因为这是副团长你的指令。苏晴兰长呼出口气，声音变得冷淡，是聂团长走他的关系，说明情况帮忙做的驳回，结果这人现在就出现在他面前，都分开了，还说什么要带他回北京。傅云成听闻，眉头锁得更紧了，他觉得苏晴兰变成这样是被人影响了。晴兰那个聂团长言语轻浮，思想也有问题，利用关系徇私舞弊走捷径。部队是为人民服务的地方，不是他划分地盘的地方，建立党羽以权谋私的地方。苏晴兰，所以你为什么会觉得这种人是好人？苏晴兰的细眉微微拧起，对傅云成这种习惯了上位者姿态的质问语气有些生厌。副团长，有一点你不要误会，聂团长一切都是按照部队的规章。别说话了，嗓子都哑成什么样了？聂寻笑笑，用手对苏晴兰做了个上下闭合的动作，像哄小孩似的。去房里喝点水，润润嗓子，我们要吃午饭了。聂寻的手里还拎着桶式饭盒，里面装着的是从食堂打的甜粥。部队食堂的距离不近，聂寻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显然是跑着去跑着来的。再加上他身上的那件军绿色的 T 恤，胸膛处和后背有块被热汗打湿的痕迹。苏晴兰没拖沓，进屋去喝水。和傅云成纠缠这么久，他确实喉咙很干了。聂寻停下脚步，故意停在傅云成的身旁，身子倾向他，用只有他们俩人的声音说道：副团长，我就是坏人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聂寻慢慢回身，哼笑一声，继续补充道：他身体都不舒服成那样了，你还跟他讲大道理，真是没眼色。不等傅云成说话，聂寻就跨步进了苏晴兰的房间，并随手把房门关上。傅云成盯着紧闭的门站了会儿，似乎感觉到喉咙内的腥甜，他吞了吞喉，在一墙之隔外的台阶上坐下。聂寻一个大男人在苏晴兰的房间里，他不放心。第15章，房间内，聂寻抱臂倚靠在椅背，盯着外面身影若有若无的傅云成，觉得碍事极了。他的手指在臂上轻轻打着节拍，问道：需要我想办法把他赶走吗？苏晴兰慢慢舀起勺粥，放在嘴边吹了吹，没事，他喜欢呆，就让他呆着好了。聂寻下意识轻抬了下眉，身子微微前倾，双臂支在桌上。我是说让他离开重庆军区。苏晴兰摇摇头，咽掉嘴里的粥，道：待段时间，他自己就会走了。夏淑莹还在北京，傅云成怎么可能在这里时间长？他还要回去照顾他，想一家3口之乐呢。傅云成没在外面等多久，苏晴兰吃完午饭，聂寻就出来了。晚上7点，魏指导员给傅云成安排了欢迎宴，军区里的所有人都来了，乌泱泱坐了一食堂。副团长，欢迎你到我们重庆军区参观学习。魏指导员拿着白酒瓶子，
分别往自己和傅云成的酒杯中倒酒，直到将近倒满才停手。他举杯道：“来，傅团长，我敬你。”傅云成虽然态度淡淡，但是并没有拒绝敬酒。谢谢魏指导员今晚的招待。他放下杯，视线落在苏晴兰身上。因为聂寻的原因，傅云成没能坐在与苏晴兰相近的地方，而是坐在了他对面的位置。坐在旁边的魏指导员忽然想起傅团长是北方人，他看着桌上这些每道都差不多有半碗红辣椒的菜，觉得傅团长应该吃不惯。魏指导员起身，打算向聂寻交代2句，但找了一圈，没看见人。想到他不靠谱的样子，魏指导员决定还是换个人选。他朝着旁边的吴副团长说道：“我出去一下，你招待好他们。”吴副团长听到这句话，当时眼睛就亮了，他连忙点头道：“交给我你就放心吧。”魏指导员，吴副团长恋恋不舍地目送着魏指导员离开食堂，但魏指导员的身影刚消失，他就立刻站起身来，举起酒杯，声音有些兴奋地向食堂的各位说道：“来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敬副团长。”食堂内的士兵们都举起手中的酒杯，配合道：“欢迎副团长。”傅云成看向桌上的那些红彤彤的菜，眉头不由蹙起。他又看向苏晴兰，苏晴兰对这些菜似乎并没有任何不适。傅云成也试着夹了一口，说不定这些菜只是放了很多红辣椒，看着辣而已。但他夹的水煮鱼刚放入口中，他就被呛得剧烈咳嗽起来，只能仓促地把它咽下去。苏晴兰闻声看过去，眉头微微挑动了下。傅云成不能吃辣。嗨嗨，傅云成用手遮挡住，眼泪都要咳出来了。他拿起酒杯，往嘴里连着灌了好几口酒。吴副团长见傅云成喝酒，极有眼色地站起来，又一次向食堂的各位道：“来，让我们再敬傅团长一杯。”傅云成脸色难看地扯扯唇，将酒一饮而尽。苏晴兰，吴副团长看向人堆里的苏晴兰，提出建议道：“你是副团长原来的部下，副团长这么远从北京过来，你来单独敬副团长一杯吧。”第16章，苏晴兰微微蹙眉，看向傅云成，他没有制止的意思。作为向来是被敬酒的对象，傅云成似乎并不觉得这个行为有什么不妥。周围人的注视让苏晴兰觉得压力莫名增大，她不想给傅云成敬酒。苏技术不喝酒，从外面刚回来的聂寻轻描淡写的就将给傅云成敬酒的事情接过。他从苏晴兰的手里接过酒杯，扫了傅云成一眼，说道：“敬祖国，繁荣昌盛。”周围的士兵立刻站起身来，举杯道：“繁荣昌盛。”聂寻喝光酒，落声道：“行了，都好好吃饭吧，别敬来敬去了。”聂寻坐下，将手里提回来的东西放到苏晴兰面前。辣炖猪蹄，谢谢聂团长。苏晴兰的视线落在聂寻身上，发现他颈上浮出了些密密麻麻的红疹。苏晴兰若有所思地问道：“聂团长，你以前喝过酒吗？”聂寻的脸颊两侧稍微有点泛红，他摇摇头：“没喝过。”聂团长，你好像酒精过敏，是吗？聂寻不知情似的抓了抓脖颈，好像是有点痒，我还以为是被蚊子咬了。苏晴兰赶紧拦住聂寻，不让他再去抓自己身上过敏的地方。聂团长抓破了会留疤，行，那就不碰。但没过多久又出了新状况。聂寻扯了扯本就不高的衣领，朝苏晴兰道：“苏技术，能帮我松下领子吗？我有点喘不过气。”这时魏指导员拎着在国营饭店家的菜回来，看到屋里好像肿了一圈的聂寻，冷不丁吓了一跳。他几步走到聂团长面前：“聂寻，你怎么这样了？你喝酒了？你忘了你酒精过敏吗？”苏晴兰就坐在聂寻旁边，她听得很清楚，刚刚魏指导员说的不是你是不是酒精过敏，而是你忘了吗？所以聂寻知道自己过敏，还喝了那杯酒。聂寻微笑着看着魏指导员，在心底骂了句：“大漏勺！”魏指导员掐着腰，摆足架势站在聂团长面前：“你知不知道过敏严重了会死人？你以为明明你是重庆军区的团长，刚刚为什么是我这个指导员在前面替你敬酒？”
你心里就没半点数吗？苏晴兰在一旁提醒道。魏指导员要不等会儿再骂，聂团长现在得赶紧送医院。另一边有人指着脸色发白，捂着腹部，但眸子紧紧盯着苏晴兰和聂寻两人的傅云成说道，魏指导员，副团长好像也有点不对。魏指导员平白被吓出一身冷汗，快去医院。魏指导员立刻起身，组织着队里的人将人往医院送，给2个病人送到医院并安排好人照顾后，魏指导员就回了军区，向上汇报。很快上面就打来了电话，魏指导员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你们这个欢迎宴到底是怎么欢迎的？把北京和重庆军区的2个团长都喝进医院了。语气里面充满着不解。魏指导员耐心地微笑解释道，聂团长和副团长一个是酒精过敏，一个是吃了食物中毒。电话那边沉默片刻，道，给我写份详细的报告交上来。第17章，傅云成因为食物中毒，在医院住了2天。他回来的时候，军区的操场上拉了横幅条，还做了装扮。前面是有什么活动吗？傅云成看着前面的热热闹闹的人群问道。副团长被问话的人下意识问了声好，是聂团长举办的颁奖仪式，根据每月在军区内的表现来评定，获奖的人会有奖状和礼物。傅云成看了会儿，不满地走到聂寻旁边，问道，聂团长，你不觉得这种活动有点太浪费资源了吗？傅云成质问道。他早就对聂寻的思想和觉悟有意见，简直就是铺张浪费。上面拨给部队的经费是用来建设的，不是让你这样挥霍的。聂寻沉着脸，也不是好脸色道，这就不劳副团长操心了，这些走的都是我个人的账，没拿部队一针一线。傅云成听着火气更大，现在有不少地区人民都吃不起饭，副团长与其花钱在这种地方，还不如捐给有需要的人。副团长怎么知道我没捐？聂寻摇摇头，轻啧了一声，嫌弃的上下扫了傅云成一眼。苏技术说的对，你真是爱上刚上线，也不知道什么人会喜欢你这么无趣的男人。从一旁经过的苏晴兰听到不由身子一僵，脚步顿住，她眨眨眼睛，有些无辜，感觉自己刚刚好像被骂了。聂寻的视线落在苏晴兰的身上，看着她怀里抱着的大包小包奖品和证书，嘴角往上扬了扬，道，你看，苏技术就有趣多了吗？他跟上苏晴兰，2人并排往操场另一侧走去。苏技术收到的这些奖品有不喜欢的吗？可以拿来我这里换，不用换都很实用。聂寻发的东西大多都是苏晴兰工作中用得到的，样式也是他喜欢的类型。其他人的油米面或是其他生活用品，都是跟领取人的喜好相关。我记数据的随身笔记快用完了，现在刚好。苏晴兰的话说到一半，警卫员带着几个村民装扮的人走了过来。村民大姐朝苏晴兰伸出手，小苏同志吗？我们是前几天安装电话线路的村子代表，专门派来感谢你们。现在安装了电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和外面联络了，不用再进到市区里。大姐身后的人把里面红色锦旗拿出来，这是送给你们的锦旗。聂寻叫了不远处的魏指导员过来，叫宣传那边过来给苏技术拍一下照片。苏晴兰站在树下，手里拿着附近村民送的锦旗，旁边测试镜头的拍摄人员招呼了一声，聂团长过来一起拍。聂寻整了整衣服，快步走到苏晴兰身边，几张拍下来。摄影人员拿着相机给苏晴兰和聂寻看，聂寻看着照片，嘴角微微扬起，别说这几张拍的还真挺像。挺像什么？魏指导员问道。聂寻摇摇头没说。我看下照片。聂寻凑到拍摄人员身边，聚精会神地盯着相机里面的内容，这张还有这张，苏技术拍的这几张都挺好看的。聂寻兴高采烈地军区的宣传人员探讨着，可以放大吗？到时候都洗出来给我挂办公室上。魏指导员站在旁边听了半天，不太理解，他朝聂寻问道，聂团长，我也需要洗些苏技术的照片贴在办公室吗？聂寻蹙眉看向魏指导员，老魏你是变态吗？
为指导员。第18章，重庆下了场雨，一连下了2天，直到中午才停。雨后山路潮湿，毒虫蛇已出没。事实上并不便于进山，但基站建设的工作任务紧要，进度耽误不得。苏晴岚的借调时间也快要到了，所以苏晴岚和聂寻还是决定按照原定计划上山，测量各个建站选址地目前缺少的数据。傅云成也跟着他们一同进了山。事实上，这几天傅云成都跟在苏晴岚身边，聂寻最熟悉地形，所以走在前面为队伍引路。大家走路的时候注意脚下的石头，一般雨后苔藓会迅速生长，覆盖在石头上面，会异常湿滑，如果踩到，会非常容易摔伤或者扭伤。到达往日的集合地后，分组去测量，测量完成后到这里集合。聂寻看着犹豫未动的建站组，目光落在有些多余的傅云成身上，他直接说明道，还是像之前那样分组。副团长没接触过测量工作，不计在分组人数之中。队内有人道，聂团长，少了个人，小刘肚子不舒服，今天请假没来。那副团长，聂寻的话说到一半，被苏晴岚截断。副团长跟我一组。他仰头看着乌云密布的天，有些担心，看这天估计待会儿还要再下场大雨。副团长跟我进度会快一点，大家早点测量完，可以早点结束回去。聂寻犹豫着点点头，朝苏晴岚叮嘱道，我不在，注意安全，不要往林子深处走，可能有毒蛇。说完和单出的人员一同去了其他测量处。苏晴岚向傅云成讲了遍测量的方法，傅云成很快就熟练上手，几次测量结果下来，进度比其他组都快了不少。看了眼时间，不到5点，苏晴岚这边的测量任务就完成了，数据都收集完了。苏晴岚正说着话，脚下的那块石头忽然发生松动，接着她整个人身体倾斜，重心不稳地往后倒去。傅云成条件反射地拉住苏晴岚，但雨后的地面实在太滑，他根本无法抓力，被带动的也向苏晴岚那边去。傅云成立刻抱住苏晴岚，尽量将人都护在他怀中。他刚刚有注意，他们滚落的这侧山路上有不少不规整的石头，撞一下轻则浑身淤伤，重则划割出口子。2个人就这样从滚了下去。苏晴岚不知道滚了有多少圈，只听见耳边不停有树叶杂草被碾压过的声音，偶尔能听到沉沉的闷哼声，是傅云成发出来的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又滚了几圈。2人最后落在一处有些深的坑洞内。停了吗？苏晴岚发出疑问，但身体却不敢轻易乱动，怕惹出什么麻烦。苏晴岚的脑袋正好埋在傅云成的胸膛前，因为距离太近，说话的时候就像是在对他心脏吹热气般，令他的心脏有些仰胀。见傅云成没有回话，苏晴岚又连名带姓地问了遍，傅云成，我现在能起来吗？傅云成简短地回道，但声音有点怪，像是在忍耐什么。苏晴岚起身的时候，傅云成的眉头不易察觉地蹙了一瞬，他不动声色地遮掩住下身，靠在坑壁。第19章，还好记录的数据没丢。苏晴岚松了口气，开始寻找附近是否有跟着他们一起掉落下来的通讯设备，但没找到，应该是滚下来的时候遗留在上面了，或者在滚落的过程中遗失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现在无法向聂寻他们寻求帮助，只能等他们测量任务结束后，在规定时间去集合地没见到他们时，才会意识到他们俩遇到了麻烦。苏晴岚和聂寻他们定的集合时间是6点钟，也就是说他们最少要在这里待1个小时。副团长这个高度能爬上去吗？苏晴岚的视线在坑顶和傅云成的身上来回折转，坑洞的高度大概在3.23米左右，傅云成的身高是1.9米。傅云成摇摇头，看着周围的坑壁，理性分析道，坑洞壁面上的苔藓太多，那几根藤蔓的根系太松，稍微用点力气就会被扯下来，根本没办法借力往上攀爬。再往更上方，坑洞外是片树林，头顶上成片交叠的枝叶，
像张密网一样将这里罩住。苏晴岚在离傅云城有些距离的地方坐下，等待救援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上方露出的一小块天光正开始变暗，只是在乌云下看得不那么真切。傅云城低头看了眼腕表，轻了轻声道：现在6点10分，他们应该在找我们了。苏晴岚嗯了一声，作为应答。洞内的光线比外面暗得更快。轰隆一声响震的雷声过后，紧接着是雨落的声音，密网也挡不住降雨，树叶被雨点砸撞地发出哗啦作响，落入坑洞内的雨水都被泥土吸收，倒是没有太多的积水。苏晴岚看了眼时间，8点，山里的昼夜温差大，现在温度就已经降了下来，加上山雨和坑洞内的阴冷潮湿，更是让人冷得发颤。俩人穿的衣服都不多，一个穿着件短袖，另一个是一件军绿色衬衫。苏晴岚，你靠我近点。傅云城吃力地吞咽着喉咙里像是刀割般发痛，怕苏晴岚不听，傅云城补充道：我的体温比你高一点，你再讨厌我，也要知道趋利避害，失温的情况持续太久会造成死亡。苏晴岚思考片刻，起身挪到傅云城的身旁，贴靠的瞬间，苏晴岚立刻感受到温暖，热烘烘的，将他身上的冷意驱散掉了一些。待了一会，苏晴岚已经没有刚刚那样冷得发抖打颤了。傅云城的体温确实比他的要高，甚至高的有些不太正常。苏晴岚想了想，伸手探过去，傅云城身体颤了一下，不知道是因为意外他的碰触，还是因为他的手太冰了。苏晴岚伸手又探了探傅云城其他裸露皮肤处的温度，他能确定温度不对。傅云城，你发烧了。傅云城抓住苏晴岚要抽离开的手，重新压按在自己的颈侧，整个人凑到苏晴岚眼前，眸子努力盯望着她。顿了几秒，傅云城才点点头，似乎才反应过来苏晴岚刚刚说了什么。他盯睨着苏晴岚的唇，喉头滚动，雪雨般跟着重复道：我发烧了。傅云城的嗓音沙哑干涩，这个距离就像是贴着苏晴岚的耳边在咬磨。他另只手抬起压实着挡住了苏晴岚的口鼻，别传染给你。第20章，傅云城的掌心烫得厉害，就这么贴压在苏晴岚的脸上，灼得她皮肤也跟着发烫生热，鼻腔内呼出纳入的似乎都是傅云城身体流着热汗的气味，很烫，像是要把人烧干。感觉到掌下的呼吸频率越来越快，像是要喘不过气般。傅云城蹙眉，挪开手掌中心湿湿的，有些痒，被风一吹，凉凉的很舒服。傅云城将苏晴岚发冰的手抓放在自己的喉结处，企图让自己火烧似的喉咙能够好受些。他的喉头滚动，去贴那处凉意。傅云城，我不冷了，你可以松开我了。苏晴岚挣脱着，傅云城弄得他很不自在，但傅云城的脑袋往前一倾，直接垂落在苏晴岚的肩颈处，就这样昏了过去。树林里，搜救队员正在满山寻找苏晴岚和傅云城。苏技术聂寻拿着个军事手电筒，一甩一甩地照着周围的环境，嘴里一刻不停道：苏技术，苏技术。魏指导员用胳膊肘碰了碰傅云城，提醒道：能不能不要光喊苏技术，好歹也喊下副团长，意思意思吧。聂寻冷笑，要不是他和苏技术一组，也不会发生这种事。他大步转向另一侧，理直气壮地大喊道：苏技术。都说了，魏指导员光顾着和聂寻说话，没看路脚下猛地一空，掉了下去。坑洞内，苏晴岚抻着耳朵，正从周围的杂音中努力辨别搜救的声音。他好像听见了聂寻和魏指挥员的声音，结果刚要开口喊人，就见魏指导员砰的一声掉了下来，还带着未喊完的哟。魏指导员扶着腰爬起来，抬眼就看见了他们正寻找的苏晴岚和傅云城，急忙朝上面喊道：聂寻，我们在这里。聂寻闻声而来，举着手电俯身向下。苏技术，还有我。魏指导员撇撇嘴，语气不满又无奈。和副团长。聂寻眼尖一眼就看见
傅云成的脑袋靠在苏晴兰的肩上，口中不满地轻声啧了下。他扬扬眉，朝苏晴兰道：“等我。”确定好位置后，聂寻给其他救援人员发了信号。他在坑洞附近找了棵树，将身上携带的救援绳拴绕在树上，随意在腰上一拢，几步干净利落地从上面跃下，将苏晴兰上下打量了一圈，见她看起来并没有任何受伤的迹象，聂寻这才开着玩笑打趣：“苏技术饿了没啊？我让魏指导员出来的时候给你揣了俩包子。”他将自己穿着的外套脱下来，披到苏晴兰身上，继续道：“蘑菇肉的你爱吃，不过现在可能变馅饼了，别馅饼包子了，这还有个人呢。”魏指导员赶紧打断聂寻，将话题引到正地方：“副团长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吧？怎么昏过去了？”苏晴兰的视线划过傅云成，看向魏指导员：“他发烧了，得送医院。”好。聂寻积极的点头应着，转头就抬手一巴掌打掉了。傅云成紧抓着苏晴兰不放的那只手，朝后面从上面下来的搜救人员道：“快点，再不快点送医院，副团长就烧傻了。”